女人刚准备好和男人亲热，不料电视里却传出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女记者正在讲述自己被2个男人强暴的事，并且其中一人的手腕下方刺了一个眼睛图案。警方正在全力通缉2人，哪知看到这个图案后，女人顿时警觉了起来，因为她刚刚在身边的男人身上见到过，于是立马拿起了电话准备报警。哪知刚接通就被男人一把夺了过去，对方已经迫不及待要挨了，女人却只能在惊恐中接受。可刚完事，她就悄悄报了警，然后又把房间钥匙给了警察，因为男人还在房间里呢。随后警察就蹑手蹑脚冲了进去，结果却并没看到人，原来男人正在厕所里呢，他喝的实在太多了。接着警察就将他逮捕了，然后就把女记者叫来了指认，可是他看了半天也没认出来是谁，因为记者根本没看清对方的样貌，可他还记得那个眼睛图案，于是就让嫌犯们都卷起了衣袖，却不料让他大吃一惊的是，每个人手腕上都有那个图案，而且还一模一样。女记者顿时认为自己被耍了，然而警察却表明，只有通过样貌辨认出才是铁证。没办法，他只能再一次尽量指认，最终确定是3号永强。而幸运的是，他并没有认错。可是这并不能代表女记者就能打赢官司了，因为当时性侵犯是2人，少指控1人的话，就会被对方律师狡辩脱罪。因此，为了能够立于不败之地，警方必须找到第2名嫌犯。于是，接着他们就来找了永强的亲戚，一名八竿子打不着的表侄子。可男孩却表示永强没什么朋友，所以不知他和谁经常来往。殊不知，侄子并没有说实话。而与此同时，案子该起诉还得起诉，而为了防止女记者第一次开庭没经验，2名警探就提前将可能被问到的问题告诉了她，因为对方律师肯定会问详细过程，以使证人羞愧难堪，从而混淆视听来蒙骗陪审团。They have to ask you who put what, where, when, and how. For each charge, where were you? Where were your hands? Where was Krieger? Where was the other guy? How do you know it was Krieger, not the other guy? Okay, I get it. 对于这些，你要详细据实回答，并且必须用张嘴就打码的器官名称作答，不能婉转。如果这些词汇无法说出口，那就从现在开始练习。而听了这些后，女记者才明白，强奸案的庭审简直就是地狱，但她也必须面对。随后很快就开庭了，检方当即提出禁止媒体进入，结果立马遭到了律师反对，他巴不得大肆宣扬呢。不过好在法官同意了。接着第1次庭审很快就结束了，女记者切实体会到了想获得正义真不容易，而检察官则安慰她，永强只不过是在垂死挣扎而已，他反抗只是为了判得轻一点，当然其中也有律师的缘故，他想借这个案子名扬天下。结果一听这话，女记者当即决定将计就计，那就来上我的节目讨论这个话题，让民众来评判是非曲直。殊不知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而就在警探在电视台等着上节目之时，女记者却是迟到了，并且还联系不上。谁知就在这时，他突然接到了一个坏消息，于是紧急赶来了女记者家，竟是她家遭到了炸弹袭击，而土炸弹是藏在鲜花里的。女记者将花拿进房间后就爆炸了，瞬间她就被炸成了碎片，并没有痛苦太久。这下强奸案一下子升级成谋杀案了，对此大家的心情很是沉重，并且更糟糕的是，女记者一死，她的证言将不被采纳，永强就会脱罪。警察当然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于是立马行动了起来，只要查出永强与爆炸案有关，他就跑不了。然而技术科检查现场发现，爆炸物是一种自制的土炸弹，而更想不到的是，它竟是遥控起爆的，这就非常不合理了。凶手把炸弹做得这么粗糙，却不嫌麻烦的装遥控器，技术员猜对方可能是个新手。不过这时警察也一下想明白了，对方不仅想除掉女记者，还用的是花而不是枪，这算是一种浪漫行为。而用遥控器的目的可是掌控着她的生死，所以凶手极可能当时就在不远处观察着，他想亲眼看着她死，但毕竟受害者已死。律师当即要求检方撤诉，可检察官手里还有体液证据，然而律师又狡辩，这只能证明2人发生过关系，并不能说明强奸。检方顿时陷入了不利局面，而法官也不得不赞同律师。不过他也看不惯永强，于是最后决定再给检方7天时间，如果能证明永强和爆炸案有关，就采用女记者的证词，而在此期间，永强可以取保候审。这下时间一下紧迫起来了，警方必须再加把劲了。不过幸运的是，表侄说了实话，永强认识一个叫玉田的家伙，而之所以以前没说，是因为他和玉田贩过毒。可警察当即表示，我们不关心这个，现在只想破获强暴爆炸案。表侄这才放心地交代出了玉田的位置。随后警察马上来到了他上班的加油站，谎称加油机有猫腻，把玉田骗了出来，然后立马将他逮捕了，这样就不需要搜查令了。接着又忽悠他，永强把罪责都推给了你，你要蹲10年大牢。这下玉田可害怕了，只能坦白确实看到永强性侵了女记者，并在警察的严刑拷打下交代了永强作案的详细过程。这下终于有了对永强的新指控，可玉田对自己的犯罪却只字未提。于是大队长亲自出马，发挥了老父亲般的问候。彼得夫人感化玉田终于交代了自己的罪行。Krieger did her first when I held her,
And she says, please don't hurt me. Krieger wants to hit her. And I say, you better not. So you wanted to protect her? Yeah. I even used the rubber when it came to my turn. But she doesn't stop crying. I'm like, I put the rubber on. Why are you still crying? 这下就全好了，俩人的犯案证据都有了。接着警察就又去逮捕永强了，却不料永强竟提前一步逃走了。但警察岂会放过他？然后就在后面紧追不舍。结果眼看着永强跳上了车，哪知下一秒竟突然发生了爆炸，永强就这样被烧得连渣都不剩。而这明显不是玉田干的，并且炸弹和杀死女记者的一样，显然是同一人所为，但却不是永强。这么看来，凶手是另有其人呀。可查了半天，竟丝毫线索都没有，大家不由得想起了一个类似案例，就是粉丝作案。于是大队长立即指示去查下女记者出事后收到的慰问信。结果除了一大堆正常的问候外，还有一封充满厨房烟火味的信。警察立马警觉了起来。果不其然，检测后发现这封信的味道竟是火药残留，这很可能就是凶手寄的。于是接着技术员又提取了上面的指纹，这下终于算是有线索了。然而不幸的是，犯罪数据库里并没有与之匹配的人。不过好在大队长提醒再查查公务员，因为对方这么容易就搞到了爆炸物。而这么一查还真有结果，指纹属于一名叫广坤的人，曾经6次考取消防员，但却都没通过，理由是心理评估他很变态。可以看出他对王火很是执着，所以基本可以断定广坤就是凶手了。随后大队长下令抓捕，但因广坤是极度危险人物，因此行动前警方先将他的邻居全都疏散了。而在拆弹组准备就位后，警察就假装成电业局的人上门收电费，就这样把广坤骗出了家门，然后成功将他给逮捕。那接下来就是审问了。而眼见故事已经接近结尾了，广坤也就痛快坦白了，原来他是女记者的狂热粉丝。可当听说她被强奸了后，由于扭曲的禁欲道德观，广坤认为女记者不完美了，于是在变态心理的作用下，这才杀死了她，并把终点定格在了她看到鲜花微笑的那一刻。而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她却是没有丝毫悔意。